Hello，大家好，我是高文，感谢大家继续观看我的频道。这期内容我们先谈一下派浏览器的最新更新，接着了解一下去中心化交易所和钱包的操作，类比学习，方便后期使用派 Network 相关应用。最后展示一下一位派友制作的纪念币的样式，希望能够帮助各位。高玩目前主要跟进派 Network， 分享传递思维观点，以后也会分享趣人趣事、知识故事、探索未知、使用资源的内容。大家点赞、订阅、分享，然后点亮小铃铛，打开提醒，支持一下高玩。这次派浏览器的更新呢，是更新了一个开发者的对接入口。其实在这之前呢，头脑风暴存在了很长时间，各种提案也层出不穷。然后项目方为开发者更新了 SDK， 直到此次更新完成后，生态测试的第一步的准备才算完成。各个开发者提供自己应用程序的详细说明和访问的 URL， 便于被分配派的域名以及收录入应用目录。需要注意的是，提交之前是需要进行邮箱验证的，否则 New App 这个按钮是灰色的。邮箱验证流程可以参考公众号验证邮箱的流程内容。另外，如果之前在头脑风暴提交过项目名称及详情，这次如果再提交这个应用的话，要和头脑风暴中提交的名称是一致的。目前接入的是测试网，所以生态测试也只能使用测试派币。接下来就是开发者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如果你有好的想法，就可以去提交了。接下来是生态测试落地的实质性内容。如果再没有点实质性内容落地的话，其实就有点尴尬了。在这儿还有一点要再提一下，有管理员提出了不是开发者不要去验证邮箱的这个说法。我还是那个看法，管理员也许有时候确实是在传递项目方核心团队的消息，但是更多的是他们对于某一些最新的更新的一些理解。重要的是大家去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在这里要注意一下，打开 Develop 这个应用程序的时候显示的一大段提示，在提示的倒数第二段明确表示了，无论你的应用处于什么阶段，都鼓励你进行提交，以便于拉入开发者聊天室对接资源。所以说，这明确就告诉我们说，即便你是只是有一个构想，你也是可以提交的，对吧？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进行邮箱验证的。整个的这个验证邮箱没有什么损失。管理员做出的提示，最多也就是谨慎，或者说防止卡顿的这些想法吧。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钱包和去中心化交易所的使用。在这儿呢，此钱包非彼钱包。这里说的钱包是常见的 mToken、Token Pocket 以及 MetaMask 这类钱包，看似和 Pi Network 无关，实际上我们可以进行类比，了解这些操作，可以便于之后的 Pi 浏览器的操作。我们的 Pi Browser 虽然被翻译为 Pi 浏览器，实际上对比的看，它就是 Pi 的钱包。和其他常见的钱包相比，只是把底部的菜单栏放到了屏幕中间，而且把 DAPP 也放在了屏幕中间。之后应用程序增多的话，整个的 UI 界面还是要进行优化，趋向日常常见的钱包也说不定。本来说还要做头脑风暴和 Fear IQ 的那个操作演示，想了想算了，我感觉大部分人都已经会做了，只不过是很少有人坚持去做那个调查问卷，所以主要去演示这个钱包和去中心化交易所的使用。这儿呢，我们以 Token Pocket 为例进行分享。平常用来撸空投的话，用这个 TP 钱包比较方便，因为它内置了大部分的公链的参数设置，不需要自己进行设置。用的比较多的话，就是火币生态链，还有这个币安智能链这些东西，这两个链。然后呢，去中心化交易所的话，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
MDX 这个去中心化交易所。以货币生态链为例看的话，如果要进行交易，首先需要准备少量的 HT 作为这个交易的手续费，也就是矿工费。同理的话 ，BSC 链的，就是币安智能链的话，我们需要去准备少量的 BNB 作为矿工费。当然了，入空投的话就不需要这个矿工费了，交易的话是需要矿工费的。然后，当我们需要进行货币生态链上的交易时，就需要选择好这个相应的钱包，然后选择去中心化交易所与其对应的左上角是蓝色标注的 HECO 的这个 MDX 应用，可以在发现搜索里找到，然后点击打开，打开之后点第二栏兑换。假设用 A 换成 C 啊，当然了，我们这儿可以用随便我有一个的空投吧，随便选一个，然后换成另一个币种。我这儿只做演示，不会去付费的啊，不会去完成这个交易的，因为我这点空投实际上还比不上那个矿工费贵呢。比如说第一栏选择这个 Fire， 第二栏选择 Tiger， 就是用 Fire 换成 Tiger， 然后输入数量就可以了，然后显示可以兑换出来多少。然后在交易的时候呢，要注意是需要去设置右上角这个设置好这个滑点的，一般的话10到15就够用了。滑点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下单的点位和最后成交点位的这个差额，滑点高的话，成交也就更快一些，10到15就够用了。一般交易失败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扩大这个范围，设置好刚才的这些内容，就可以进行兑换了。有的是需要点击这个 Approve， 首次交易的话都有这个 Approve， 直接点击它就可以，然后点击好之后，这个授权操作也是需要去付矿工费的。其实它就是从一个币种转换成，等会儿啊，你看一眼，看下边这个，其实它是把 Fire 转换成 USDT， 然后转化成 HT， 又转换成这个 SC Moon 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 Approve 也是需要去付矿工费的。设置好这些以后，就可以进行兑换，输入密码，然后付相应的矿工费，就可完成这次交易了。我就不付了啊，要不然挺亏的也是，虽然不多。然后至于这个 MetaMask 呢，就是一个小狐狸钱包，这个钱包也是比较主流的一个钱包。它呢主要内置的是以太坊的主网和其他的一些测试网络的这些内置参数。如果是需要添加其他主网的话，需要去自行设置添加，比如这个 Phantom 货币生态链，然后币安智能链，这都是后来自己添加上的。添加设置参数的话，也就是左上角菜单栏点击设置网络，然后点击添加网络，然后去输入这些设置参数就可以了。这些参数呢，在网上都可以去搜索到相应的主网设置参数。好了，这就是一些基本的操作了。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折腾，熟悉一下这些操作使用。OK， 我们来看一下纪念币的样式。样式的话，就是屏幕上的这个图片显示的这样。这是一位派友找工厂定制的模具做出来的，给高安邮寄了一个样品。和某多多上的纪念币相比的话，2019、03、14的数字要更小一些，看着也更精致一些。有需要的话可以加群，人多的话还可以搞个团购，要点优惠，哈哈，算是打个小广告吧，毕竟也是收到了人家的样品了。又到了发布寻找高稳活动线索的时候了。第11条线索是2月份，线索越来越细致了。其实再找的话，已经可以差不多找出来了。
好了，这就是高安这一期要分享的内容。还没有订阅我的，抓紧来一波3连吧！现阶段群组的话，各位扫描屏幕电报群二维码加入电报群，这个当做主要的群组吧。如果不会使用电报群的话，在关注混沌界公众号菜单栏找到我，高安社群，加入微信群，参与我们的讨论，互相交流借鉴，更是可以探讨布局，便于之后的合作共赢。如果想了解交易市场，个人推荐币安交易所，受影响最小。注册链接在说明区和评论区。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吧，下期我们了解一下区块链浏览器的作用和操作。我是高安，下期再见吧，拜拜。